共濟會是世界上最大的神秘組織之一。據說，這個起源於英國的準宗教組織領導了美國獨立戰爭，支配着美國政治、意識形態和財政，歷任美國總統只有被暗殺的林肯和肯尼迪不是共濟會成員。這個組織的神秘長老團還懷有一個更大的陰謀，建立一個新的世界秩序。為此，他們甚至有預謀地發動了2008年的國際金融危機，以便進行一次重新洗牌。這些故事聽起來曲折生動，似乎能讓人簡單明了地了解所謂歷史真相。那麼，共濟會歷史真相究竟如何？共濟會直譯是自由和被接受的石匠聯盟。關於共濟會興起的觀點一直沒有定論。一種上溯至古風時代的說法是，當時在希臘世界，希臘人口日益繁多，而土地和糧食卻有所不足，難以支撐日漸繁盛的人口。其中有一部分崇拜酒神狄奧尼索斯的希臘人來到小亞細亞地区繁衍生活，並承擔了營造聖殿廟宇的工作。這些人被稱為最早的自由石匠。他們掌握的關於幾何、物理和美術的高級技巧，使其工作具備無可替代性，因而可以積攢大量財富，創造會社。也有觀點認為，共濟會的最早創立者是希臘數學家歐幾里得。早期英國共濟會史記錄了，歐幾里得在發明幾何學之後，將這種掌握智慧的技藝傳遞給埃及的建造師，掌握幾何學、建造學和崇拜知識開始被後人作為共濟會的代名詞。還有一種說法稱，共濟會起源於文藝復興時期的蘇格蘭首都愛丁堡的宮廷。1592年，詹姆斯的兒子在斯威信陵城堡誕生。詹姆斯下令在城堡裡建設全新的禮拜堂。威廉·蕭負責設計這個禮拜堂。這個禮拜堂就是著名的所羅門大神殿。很多技藝高超的石匠參加了建設所羅門大神殿的工作。1598年，威廉·蕭召集一群石匠大師，在愛丁堡的荷里路德宮舉行秘密會議。這個會議及其後續活動的結果是共濟會的誕生。1603年，英格蘭伊麗莎白女王逝世，詹姆斯憑借血緣關係獲得了英格蘭的王位，從此蘇格蘭和英格蘭合併成一個國家。威廉·蕭建立的會所也隨之擴展到英格蘭。該工會是當時英格蘭城市工會中不太顯眼的一個，因為成員大多是外來戶，所以形成了緊密團結的工會制度。工會成員為保護石匠的生存權、置業權做出了努力和犧牲，並在不斷發展中規範了石匠行業與客戶和貴族們的關係。他的第一個總會所於1717年6月24日成立於英國倫敦，在這一天，會員們投票選舉安松·塞亞為第一代總導師。因此，這一天普遍被視為近代共濟會運動的開端。這種秘密性社會團體很容易在人群中形成強大的凝聚力，尤其是在中世紀這種科學和理性被壓制的環境裡，人類對神秘主義會有一種不可抗拒的衝動。共濟會無論從組織、崇拜儀式還是等級制度上來看，迎合了參與者的心理。無論遇到什麼問題，成員之間總會以博愛、互助和慈善作為人生信條。眾所周知，16至17世紀，歐洲興起波瀾壯闊的宗教改革運動，英國、德意志等地出現了許多新教團體。為對抗這一改革，天主教會發動了反宗教改革運動。17世紀英國國教、天主教、清教徒的內部鬥爭十分劇烈，直到1688年光榮革命之後才稍稍穩定下來。共濟會在光榮革命後迅速分裂為了大陸派和英美派。美國革命時期的多位領袖都有共濟會背景。啟蒙運動時期，共濟會在歐洲大陸傳播開來，並隨着商業的發展傳入了拉美和亞洲。但在法國大革命之後，共濟會在普魯士遭到了血腥而殘酷的鎮壓。共濟會的成員體系屬於半封閉式，若無2位以上老成員推薦，任何人都無法加入該組織。且成為共濟會會員的考核期很長，大多都要在半年以上。和早期基督教一樣，共濟會最初重視在上層發展會員。1722年，沃頓公爵成為新一代總導師後，據說他一度曾說服英國國王喬治2世的王儲加入共濟會，只是因為王儲英年早逝而功虧一簣。不久之後的1745年，荷蘭出版的一本匿名書籍暴露了共濟會的許多內部禮儀和活動規則，這反倒成為共濟會活動公開化的一個契機。此後，共濟會會員逐漸向中產階級轉化。1751年7月，一部分分支機構由於不滿英國總會所的現代化傾向，
公開宣布另立門戶。從此，這個古典派與餘下的現代派之間為爭奪最高領導權陷入長期紛爭，直到1813年11月才達成和解。與此同時，英國共濟會的內部派別擴張至英國在北美的殖民地。美國國父喬治·華盛頓就是弗吉尼亞殖民地的一名共濟會成員。共濟會這個組織的神秘色彩隨着發展而逐漸褪去。進入20世紀後，共濟會主要以基金會等現代組織形式存在，其成員活動已基本公開化。某種程度上，正因為共濟會是近代西方最早為人所知的秘密社團，共濟會又有着重造世界秩序的信念，所以人們經常將許多真實或虛構的陰謀歸於他的名下。這些陰謀論的先驅之一是蘇格蘭人 John Robinson， 他於1797年提出一種觀點，即美國獨立戰爭和法國大革命這樣驚心動魄的革命活動必定是被操縱的。2年後，美國神父 Jedediah Morse 發展了這一觀點，他推斷光明會和共濟會已經滲透進美國，並已經與美國體制結構徹底捆綁在一起了。1903年，俄國《旗幟報》刊載一系列題為“猶太人控制世界的計劃”的文章，首次公開提出有一群所謂猶太西安長老密謀控制全人類。作為證據，他們公開一份題為《共濟會與西安長老會世界聯盟會議紀要》的文件。這份文件後來據考證是沙俄秘密警察偽造，但它卻迎合了19世紀末以來歐洲關於猶太長老圖謀統治世界的謠言，因而深深影響了歐洲政治，到1920年代成為歐洲各地反猶的重要武器。共濟會還常成為政治清洗的借口。1941年，羅馬尼亞法西斯主義的鐵衛軍槍殺一切叛國者和原來著名的政治家，借口就是他們都是共濟會成員。在這種周期性出現的陰謀論中，最值得關注的是這樣一個核心論述，即有一個小群體試圖控制世界。希特勒在《我的奮鬥》中多次提到，德國人和猶太人雖然方式相左，但目的都是要控制世界。他上台後，進一步利用捏造的文件來指控共濟會受猶太人掌控，意圖控制整個歐洲。在這種心態下，共濟會只不過是秘密、異端、陰謀的代名詞。